1872年深秋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一间工作室，桌上堆着几千块碎掉的泥板，像一桌永远拼不完的拼图。桌前坐着一个32岁的男人，他不是教授，原本是刻钞票的雕版学徒。这天下午，他拿起其中一块，巴掌大，缺了一角。他开始读上面的文字，读着读着，整个人停住了。泥板上写着：大水淹没了世界，一艘大船停在了山顶上。船上的人放出一只鸽子，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又飞了回来。这个故事他从小在教堂里听过无数次，可是他手里这块泥板比圣经最老的抄本还要古老得多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块巴掌大的粘土即将动摇欧洲最不敢怀疑的一本书。据同事后来的回忆，他跳了起来，开始在房间里边跑边脱掉衣服。欢迎回到暗史档案，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、被时间遗忘的故事。今天要说的叫亚述巴尼拔图书馆。这块泥板为什么会在伦敦？故事要从2500年前一座被大火吞掉的城说起。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曾经占住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尼尼微，它的城墙有12公里长，一共开了15座城门。沿着墙走完一圈要花上大半天。每座城门口都蹲着一对巨大的人面一牛石像，比2层楼还高。王宫的墙上包着一整圈石板浮雕，战争、烈士、进贡全刻在上面。城外一条人工水道从50公里外的山区把雪水一路引进城里的果园。有学者认为，传说里的空中花园其实不在巴比伦，而是在这里。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尼尼微就是世界的中心。城里的市场上一天能听见10几种语言。王的驿道通向帝国每个角落，骑手日夜接力，换马不换信。可是撑起这座城的是一部从来不停的战争机器。亚述的军队每年出征，攻下反抗的城，他们会把人的皮钉在城墙上。这不是后人的抹黑，是他们自己刻在浮雕上炫耀的战功。不肯投降的民族会被整族搬走，一次10几万人迁到帝国的另一头。从尼罗河到波斯湾，所有的王都得向尼尼微低头进贡。贡品的清单全部用楔形文字压进一块一块的泥板里。在亚述，账目、法律、信件全都记在粘土上。恐惧是这个帝国最好用的统治工具，而住在宫殿最深处的就是这一切的主人。统治这部机器的最后一位大王叫亚述巴尼拔，他最自豪的不是杀过多少人，而是他这双手会读也会写。在他之前的亚述王几乎没有一个识字，字是书立的事。他小时候本来排不上王位，于是被送去学一门手艺——书立。学校的功课是把老师的范本一遍一遍抄进湿粘土里。楔形文字有几百个符号，一个符号能有10几种读法，要学上10几年。后来哥哥们一个个出局，王位落到了他头上。可是那双练了10几年的书立的手，他留了下来。他在自己的铭文里炫耀，我能读懂大洪水之前留下来的文字。对，在亚述人的传说里也有一场大洪水，这件事先记住。即位之后，他一边继续打仗，一边做一件之前没有王做过的事。他要把天底下所有值得读的泥板全部搬进自己的宫殿。一封留存至今的王家信件被许多学者认为就是他亲笔下的命令。信里写，把那些人家里收藏的泥板全部找出来，送到尼尼微，谁也不准扣下任何一块，找到什么就抄成清单，随信回报。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发动的全国搜书。官员带着书吏走进巴比伦的神庙和私人书库，一箱一箱往外搬。不肯交的就用抢的。在这里，知识跟金银一样是战利品。
打下一座城，金银运回来，泥板也跟着一起运回来。运到尼尼微的泥板先交给宫里的梳理团队，破损的重抄、外语的翻译、不同版本的逐行比对，每一块定稿的泥板末尾都要压上同一行字：亚述巴尼拔王宫所有。后面还跟着一句诅咒：谁敢搬走泥板，愿众神抹去他的名字，断绝他的后代。目前已知最早的藏书标记就这样压进了粘土里。泥板依主题分房存放，占卜一间，医药一间，史诗和祷文另外放。房间里有目录泥板，记着书名、行数和放在哪一个价位。这是目前已知人类第一座有系统分类编目的图书馆，比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还要早了300多年。现代学者后来清点，从这片废墟里一共整理出超过3万块泥板和碎片。在那个年代，目前已知没有第二个屋檐底下放着这么多文字。这3万块泥板里最多的不是故事，是占卜。羊肝的纹路、星星的位置、畸形的胎儿，什么都能拿来问神。对亚述人来说，预兆不是迷信，是情报。天上一颗行星走错位置，可能代表某个行省正在准备叛乱。所以王养着一整批占星师，天天往宫里送官册报告。这座图书馆的核心其实是帝国的情报总部。医药的泥板上抄着混了蜂蜜和药草的处方，也抄着驱鬼的咒语。还有双语对照的词表，一边是活的语言，一边是死了1000年的苏美语。有学者称它们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批字典。而在史诗的那个房间里，躺着一套12块一组的泥板，那是吉尔加美什史诗，一位乌鲁克王走遍天下寻找永生的故事。全套12块，第11块讲的正是那一场大洪水。2500年后，让那个伦敦学徒当场脱掉衣服的，就是这第11块。深夜的宫殿里，油灯下，王本人也常常坐着读。如果故事停在这里，这座图书馆会是一个帝国的骄傲。可是历史从来不肯在最好的地方停下来。亚述巴尼拔的晚年，帝国看起来依旧无敌。烈士的浮雕上，他一剑穿过狮子的胸口，这是亚述王展示勇气的仪式。另一块浮雕上，他和王后在葡萄藤下设宴，乐手在旁边弹琴。而在宴会旁边的树上，浮雕刻着一颗倒挂的人头，那是战败的埃兰王。宴会的背景音乐里挂着敌人的头。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规矩，优雅与残忍可以刻在同一块石头上。他跟亲哥哥也打过一场整整4年的内战。哥哥守着巴比伦城，被他围到城里断粮，人吃人。有记载说，哥哥最后死在自己点燃的宫殿里。东边的强国埃兰被他连根拔起，都城苏萨被夷成平地。他在铭文里写，我挖开他们的亡灵，把他们祖先的骨头运回了亚述。连死人都不放过的帝国，活人自然更不敢惹。可是他死后不到20年，帝国忽然四面起火。米底人从山里下来，巴比伦人从南边北上，2支大军结成了联军。公元前612年，联军围住尼尼微，攻了3个月。城破的那一夜，15座城门同时在烧，宫殿的木梁塌下来，挂毯、木架、蜡板全部化成灰。帝国档案里写在蜡板和皮革上的那一半，从此永远消失。图书馆的架子跟着塌了，3万块泥板全部摔进火里。可是泥板是粘土做的，大火烧不毁粘土，他把粘土烤成了陶。烧掉整座城的那一场大火，把3万块泥板烧成了3万块陶片。摧毁帝国的火成了保存记忆的窑。倒塌的宫墙压下来，把他们整批埋进了地底。这一埋就是2400多年。尼尼微从世界的中心变成一片没有名字的土丘。200年后，
一位希腊将军带着1万佣兵从土丘旁边走过。他在行军记录里写下了眼前这片巨大的断墙。他问当地人，这是谁的城？没有人答得出来。一座统治过半个世界的城市，只花200年就被忘得一干二净。之后的2000年，尼尼微只活在圣经里，是先知口中被诅咒的名字。甚至有学者怀疑这座城根本不曾存在。改变发生在1840年代，一个叫莱亚德的英国人开始在土丘上开挖。他先挖出了宫殿的浮雕长廊，接着挖出了人面异牛。1849年，他挖进了宫殿深处的2个房间，地板上积着半公尺深的碎泥板，一脚踩下去，整层都在脚下碎裂。没有人读得懂上面的字，他们被铲进木箱，成箱运往伦敦。打包得很粗糙，一部分泥板在路上就被压成了更碎的碎片。几年后，他的助手拉萨姆又在北边的宫殿挖出另一批。2批泥板在博物馆的地下室汇合，混成一堆，谁也分不开。他们在抽屉里一躺就是20年。当时的欧洲读得懂楔形文字的人一只手数得完。1857年，4位学者各自翻译同一段楔形文字，答案几乎一致。死了2000年的文字正式宣告破解，可是读得懂它的人还是太少。博物馆缺人手，缺到只能想办法找外援。这时候，馆里的人注意到一个常客，一个午休时间天天来看泥板的年轻人。他叫乔治·史密斯，14岁辍学，在印钞厂当雕版学徒，没读过大学，没有老师。楔形文字他是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看会的。馆方后来发现，这个学徒拼碎片的眼力，全馆没有人比得上。几千块碎片的颜色、质地、指痕，他看一眼就知道哪块接哪块。于是馆方干脆雇佣他，让他全职来拼这批尼尼微的碎片。就这样一块一块拼了整整10年。然后就是1872年那个11月的下午。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看看他那天到底读到了什么。泥板上，一位神悄悄警告一个人，大水要来了，拆掉你的房子，造一艘大船，把所有活物的种子都带上船。暴风雨下了6天7夜，大水淹没世界，人类全部变回了泥土。船搁浅在一座山顶，船上的人放出了那只鸽子，那只鸽子回来了，他又放出燕子，燕子也回来了。最后放出的乌鸦看见水退了，没有再回来。走下山的人烧了祭品，泥板上写，众神闻到香气，像苍蝇一样围了过来。鸽子、乌鸦、山顶、献祭，跟诺亚方舟的故事几乎一步一步对得上。可是这块泥板抄写的年代，比目前已知最早的圣经抄本还要早上几百年，而且他抄的也不是原版。更早的版本陆续在各地出土，最老的一批有学者认为接近4000年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故事比《创世纪》的成书早了1000年以上。1872年12月，史密斯在伦敦把这块泥板的内容公开宣读，台下挤满了人，连当时的英国首相都坐在听众席里。第二天，这件事登上各国报纸，横渡了大西洋。有人欢呼，泥板证明了大洪水是真的。可是也有人看见了完全相反的东西。圣经里最古老的故事，居然有一个更古老的异教的前身。从那个下午开始，圣经是不是最古老的书，再也不是不能问的问题。而这场地震的中心是一个印钞厂出来的学徒。每日电讯报开出1000基尼的悬赏，请史密斯去尼尼微找出洪水故事缺掉的那一段。1000基尼抵得上他在博物馆里好几年的薪水。1873年春天，这个没出过远门的伦敦人站上了尼尼微的土丘。
土丘上散落的碎片数以10万计，他要找的是巴掌大的一角。开工不到1个星期，他从土里捡起一块碎片，擦掉浮土，上面刻着17行字，正好补上洪水故事里缺掉的那一段。几10万块碎片里，1个星期捞到唯一的那一块。这样的运气好到不像真的，同行到今天讲起来还是会摇头。报社立刻拍电报，东西找到了，收队回家。可是史密斯回不了头了，他后来又申请去了2次，一次比一次远。1876年夏天，第3次远征的路上，瘟疫封住了他回家的路。他病倒在阿勒颇，36岁，死在离尼尼微600公里的地方。他日记的最后几页写的还是那些泥板和伦敦家里的孩子。回到那座图书馆，亚述巴尼拔搜集3万块泥板，是想替帝国读出神的心思。预兆、星象、祭文，他想从里面算出帝国的未来。结果帝国在他死后20年就塌了。没有一块泥板替自己算到这个结局，被大火烤成陶，反而活了下来。那3万块陶片比帝国多活了2600年。他们在地下躺的时间比从秦始皇到今天还要长。那位一心想让名字传下去的王，如今真的被记住了，不是因为他打赢过多少仗，而是因为他留下了一座图书馆。吉尔加美什史诗的结尾，找不到永生的王回到家，指着自己修的城墙。城墙后来塌了，帝国也亡了，故事却被一场大火意外烧成了陶。到今天，大英博物馆的抽屉里还有上万块碎片没有人读完。2015年，还有20行新的诗句从走私犯的手里被赎了回来。这个故事到今天都还没有写完。下一块改写历史的碎片，可能就躺在某个抽屉的深处，等下一个愿意看它的人。顺手按个赞，也点个订阅，有你的支持，我们才有力气再去打开下一个被遗忘的抽屉。